好的复联宇宙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。如图所示，咱们今天要扒的呢是一部关于复仇者联盟的故事。不过大伙儿可不要误会啊，此复联可非彼复联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复联呢，纯是咱们本土本地本色的剧组团队制作的电视剧。至于我为什么说他们能做到本色呢？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剧，你让一般人拍吧，他还真就拍不出来。可以说，作为郭靖宇团队的第3部复联系列作品，相信看过前2部的朋友都知道他这玩意儿的杀伤力。这第1部娘道就不用说了，你把它形容为当代女性的荧幕裹脚布都不为过。当然，如果有想在女德班深造的朋友呢，可以试试这部剧。至于第2部新小娘惹的杀伤力吧，那也不照娘道差。全剧可以说深刻的贯彻了日本忍者的精髓。每一集都是在用实践来告诉你，是女人你就得忍，什么家暴霸凌的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反正就是只要你不打死我，我就忍就完了。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部复联呢，虽然咱们不敢说这是郭导团队下最后一部复联系列电视剧，但经过我8集的观摩下来，男养女儿情那可真是集了郭导团队的大成之作了。如果说前2部只是简单的主角抽风反派作妖的话，那这部剧里面的主要角色就没有一个是正常人了。反正至少在前8集出场的主要女性角色里，我是没找到。您要不信吧，咱就跟着人送外号多云转晴的晴姐，也就是号称浪里小白龙的南漂打工妹，来看看她这一路上遇到的女神经啊。可能熟悉咱中国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在清末民初那会儿，能带头出国的妹子一般可以总结成3波人。一波呢是去西洋学技术的，类似像林徽因、金玉梅这样的才女。不过这里吧有个门槛，就是你家世得特别好。说白了，那时候去西洋多贵呀，没钱的话你想去也去不了啊。这在本剧的台词中其实也有体现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有俩糟钱但又不太多的情况下吧，这里还有第2个选项，那就是去东洋，也就是日本。不过能来这地方的人吧，一般没有多少是学技术的，再加上日本的军校可以对外招生，而欧美又不对外，所以大多数来这儿都是上军校搞革命的，类似像秋瑾这样的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就是说我一点钱都没有，但我还想出去混，这里吧还有最后一条道，就是像咱们晴姐这样的，用极低的票价或者直接让包工头垫付船票，然后钻到人家船底的货舱下南洋当苦力打工去。这在广东和福建地区的朋友呢，也把这种行为叫做过番，其实吧就是去番帮谋生的意思。当然，咱首先得承认啊，这回郭导团队下的女主确实一改之前懦弱抖 M 的形象。这不，咱们晴姐刚从甲板底下钻出来，就把我给镇住了。咋回事呢？她老家那边吧有一个发小，因为不愿意嫁给村里的光棍，趁着女主上船的功夫，也跟着钻进了船舱里。结果到了南洋，正好就被人家查票的人给发现了。本来吧，我寻思顶多也就是让她补个票，可谁成想查票这边的人更狠，打算把这妹子直接丢进海里喂鱼。老实讲，一开始我看到这段剧情的时候吧，男主作为一个黑帮查票的这么草菅人命，确实做的有点过。但紧接着我往下一看吧，发现这玩意儿也不能完全怪男主。你说这货装哑巴不说话也就算了，等熟人来了吧，还反咬男主一口。不要把我扔海里喂鱼！好家伙，可算遇着给你出头的了哈！真的，就冲他这句话，我要是男主，我也把你扔海里去。哦，刚才问你为啥逃票，你跟我玩装哑巴充愣，这回来熟人的，你又开始狗仗人势了。你咋不说刚才为啥要把你扔海里去呢？咋的，连逃票带装哑巴的你还有理了？本来吧，我寻思咱们晴姐刚下船，看见这情况，那指定就得以理服人呢。说白了，这事儿按照正常人的处理方式也很简单，女主只要把船票补了，这事儿也就这么地了。说白了，也不是借了什么高利贷，犯不着闹到你死我活的那种程度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就在男主这边让他补票的时候，男主这边还没等炸呢，女主这边先炸了。星洲地头蛇啊，那我就是3水过海的龙。今日我便要试试这星洲的水是深还是浅。是深还是浅？哼，你就说这剧情让我怎么说呢？真的，一个这么悲情的桥段能把我给干笑了。这编剧和导演属实是牛叉啊！这样，大妹子，咱先不说你这野生小龙女儿咋试的海水深浅，关键是咱今天唠的它也不是这事儿啊。你说你这发小公然逃票也就算了，装哑巴充愣我也忍了，但你钻进人家船的机舱里，就像这位大叔说的，把机器弄坏了，船沉了，弄死一船人，你说这玩意儿算谁的责任呢？咋的，你还得怪我没把船舱让出来给你免费坐呗？几个大男在这里欺负我们一个小姑娘，要不要脸呢？你不是臭无赖是什么？这臭无赖是什么？
好家伙，这可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呐！咋的？现在连理都不讲了，直接就穷横的呗？说白了，你这不是把我们闽粤客家一代的朋友全都给黑了一遍吗？真的，你要说你不想付传票，就直接说就完了，还说人家耍抽赖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这行为是啥呀？浪里小白龙，哪吒闹海呀！当然，最后这多亏冒出来一个爱管闲事的路人白大姐，帮他补了票，这事儿才算了了。不然就女主这样的，出去不得天天挨揍啊！谢谢你救我姐妹，6块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你说你早这么说，还至于吵吵这么半天吗？不过这白大姐说实话也是，你说你管这闲事干嘛？你看看人家事后领你情吗？那种身份的人呢，就愿意当好人，为的就是别人都谢他、尊敬他，将来才有机会嫁到更有钱的人家里去。当然，这还不算最离谱的。紧接着，男主回去之后，马上就对女主一见钟情了。真的，就这样的女主，你还能爱上？你说你不是抖 M 谁信呢？而且饰演这位男主的演员还发了一条鬼扯的弹幕，说他是什么南洋最强混混。说实话，我是真没看出来他这句话的依据在哪儿。而另一边，他们这群打工妹也没闲着，在码头闹完一圈之后，就来到他们包工头的办公楼了。还好这包工头七大妈吧，心肠倒不坏，不过就是有点蠢。当然，蠢的事儿咱们一会儿再说，咱们先说他们面试的事儿。这不，由于这次咱们七大妈原计划只招了12个女工，而咱女主呢，把她发小也带来了，人家七大妈吧就不打算收。一呢是因为工地上就缺这些人，多了人家工地也不要；再一个，她这发小来历不明，也不知道底细，怕惹麻烦，咱也可以理解。可没想到咱们女主一听七大妈不收，又不乐意了，直接开始玩起道德绑架了。这家伙又是卖惨，又是打老乡牌的。最后一看人家七大妈死活都不收，他这发小只好拿出在码头对付男主那套撒谎不打草稿的劲儿，说什么自己父母双亡，没爹没娘，家徒四壁，睡觉没床，这才留了下来。但大伙也知道他留下是留下了，可工地上的人手已经够了，所以剧组一看没招，只好强制下线了一个女工人。至于原因呢，真的别说你想不到了，你就算把我撞成高位截瘫，我都想不到。说什么呢？说这位女工为了能给她老公的小三养孩子，于是就想辞职去外面多打几份工。我在新州做工，没法给她生崽，公婆也着急嘛。若是小老婆给她生了一男半女，将来我老了回去，也会赡养我的。真的编剧，你还不如让他学女主这发小，直接说父母双亡回老家奔丧去呢，至少这借口人家能信呢。你说你给小三养孩子，还打算让人家赡养你，大姐，你这脑袋上的裹脚布能要吃到3圈了吧？而且这还不是最可笑的，这不紧接着第2天，这群姐们去工地上上工，还没等干呢，就有人说不行了。放心，这不是别人，正是女主这发小。说实话，你要说新来的一开始都适应不了这工作强度吧，我可以理解。但如果要是就你一个人适应不了，那就纯是你个人的问题了。这玩意儿谁都是爹生娘养的，你又不缺胳膊不少腿的，咋就不能干呢？还好意思让人家女主多替他干好几天活？真的，这人吧，懒点都不可怕，就怕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。当然，女主这发小呢，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行，除了撒谎以外，这货吃饭那可真是第1名。用咱们老话讲呢，就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那伙的。而且不光是他，我可以说这里面的女工或多或少好像都有点大病。哎，不是脑子不好使，就是心里有问题。你看啊，如果你在工地当包工头，或者像这2位大姐一样当小工头，在施工之前，请问你和不和大家交代一下在现场干活的注意事项？我想但凡是个智力没有缺陷的人，你都得交代一下吧，不然进工地就算让你干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干呢。哎，结果咱这几位大姐可倒好，无论是咱们七大妈还是这2位混迹工地的老人，大伙进工地啥也不说，扛着水泥桶就往上面送，最后到底是送出事儿了。这把由于这工地是2伙施工队，而且本来他们也和对面的蓝头巾不对付，所以每次在双方接活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井水不犯河水。但这天女主这边呢，有俩非要抄近道的，结果就和人家对面起了冲突。最后多亏红头巾这边的老员工出面说情，这才算是了结了这事儿。为此呢，这老员工的脚还被木板上的钉子给扎穿了。你想想，上面全是锈，再加上他们文化程度也低，最后拖来拖去，到底因为破伤风把这位大姐给整凉了。其实吧，如果要咱是这工头吧，肯定得回头反思反思。你想想，如果一开始就让老员工把工地的规矩说明白了，也不至于发生这事儿啊。这玩意儿拉个架把自己给拉死了，你说这姐们死的冤不冤？当然这事儿还不算完呢。一开始吧，我寻思七
大妈能悔不当初，开个会让大家以此为戒呢？结果咱们这位七大妈可倒好，直接找上人家蓝头巾的工头打群架去了，真的都给我看傻了。我寻思这玩意儿咋算责任，你也算不到人家蓝头巾的身上吗？你说你们施工前不把工地的规矩说明白了，然后导致你们的人闯到人家的施工现场，上来之后呢，好话也不说两句就跟人家耍横，结果骚乱弄大了，老员工不得不过来平息，这才把脚给扎了。当然到这儿还没死人呢，最主要的是根本就没人重视扎脚的事儿，最后到底闹出人命了。你就说吧，这事儿怎么能怪到人家蓝头巾的身上吧？你要说女主这群新来的不懂事儿也就罢了，你一个在工地混迹多年的工头，这点破事儿看不明白？当然我也能明白编剧是咋想的，不就是想让女主出来平事儿吗？不信你看后面，这工地因为大老板叫停直接停工，这家伙一个出来赶去找老板问问咋回事的都没有。我阿七没这个能耐，我阿七没这个能耐。你看看你说的这叫人话吗？就这还大姐大呢，赶紧回家养老去吧。哎，紧接着女主这边一看，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，也没人去呀。而自己刚来呢，又不想失业，于是就自告奋勇去市中心的酒店找大老板去了。俩人在去之前呢，就听说这大老板开了一家本地最豪华的酒店，而且消费的呢，基本上都是达官显贵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还寻思呢，我寻思就他俩这身打扮咋能混进去呢？哎，结果没想到人家拦都没拦，直接就让进去了。当然你要说主角光环我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女主也算是大老板的员工，再加上她这回就是来了解工地为啥停工的。如果大老板这边又实在开不了工，女主也好去别的地方干活。本来吧，我寻思女主这回问问原因也就得了，但谁成想咱们晴姐呢可不是这么想的。说白了，你不是不开工吗？那老娘就道德绑架呢。很多姐妹在等着挣工钱寄回乡下去养活孩子和老人。我们顶着新州的大太阳流着汗水，靠双手一块块搬砖，靠双脚一步步爬楼梯，靠一副肩膀挑着和我们一样重的担子，你们投家的大楼才一点点盖起来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说实话，我实在没看明白女主说这些废话有啥用。你说你养不养家流不流汗的和人家有啥关系吧？工资是日结的，一天6毛，没欠你钱吗？况且那时代也没啥劳动合同，都是口头协议，而且你们的合作对象一开始是人家陆家，你就说你说这些有啥用吧？说白了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换东家呗。可能我估计大老板英大妈也是这么想的，这不鸟都没鸟他们就打算送客了。当然你要认为咱们晴姐就这么灰头土脸的走了，那你就想太多了。导演一看这剧情也编不下去了，突然灵机一动，安排了个啥情节呢？一个海盗带着2个连枪都没开过的赌鬼，打算去打劫本地最豪华的酒店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一个脑子不太好使的海盗带着2个怂包赌鬼去打劫酒店了。我是想找一个女人做我的压船夫人。陈夫人。说实话，这剧情搞不搞笑咱先不说啊，仨人连个汽车都没有，居然敢跑去打劫本市最大的酒店，最主要的还是光明正大的持枪进去。真的，刚开始吧，我还以为是这酒店安保宽容的事儿。你想想，女主这样的都能放进来，海盗算啥呀？结果整了半天是我想多了，他这酒店压根就没有过安保。真的，你把这酒店的盖儿掀了，说他这是农贸市场都不为过。当然酒店里跑来3个逗逼，我倒无所谓。不过人家持枪威胁，女主这边居然还敢大打出手，我实在是没想到。这家伙咋的？海盗的枪和飞镖遇着咱们浪里小白龙都熄火了。而且这还不算完呢，为了咱们晴姐开工，剧组那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来，大伙看看这固若金汤的大瓦房啊！你敢想象吗？有人为了找咱们英大妈报仇，居然派人用汽油来砖房底下点火，而且一点就着了。好家伙，你告诉我你这砖咋的？是拿煤渣子炼的呀？这家伙最招笑的是墙还没热乎呢，房梁先塌了。真的，你要不说这房子是拿纸糊的都说不过去。当然最后呢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男主也得到放心了，女主也把英大妈给救了，而英大妈呢也不好意思停工了。总而言之，一场离谱的大活把他们仨给成全了，房子成功巨人了。真的，一个剧的剧情能把人给烂笑了，属实是有点东西。不说别的，你就看他这里面的女性角色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没有一个是正常人的。你看啊，有脚上扎个窟窿不去治的，道德绑架的，心术不正的，蠢的坏的，又蠢又坏的，抖 M 的，给别人报仇的，给自己报仇的，反正不是苦大仇深的，就是脑子秀逗的。你就说吧，我说的这是复仇者联盟有错吗？而且最可怕的是，咱们郭导团队最近拍的这3部都是这样，从娘道亲小娘惹再到南洋女儿情，裹脚布都能给你卷出新高度来。这之前拍勇敢的心铁梨花算是把亲弟弟杨志刚给带出来了，这回的复联3部曲要是不把咱郭导的老婆给捧出来，我看明年呢复联第4部就要开始折磨观众
动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砍到这儿吧。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